谢谢爸爸妈妈，谢谢姐姐。弟弟，生日快乐！天翔生日也没见你送什么礼物，家里给了那么多钱，也不知道拿去干什么了。妈，没事儿。哥，今天我生日，喝一杯吧。好呀，好呀。谢谢哥哥。天翔，你怎么了？就……难道酒里有毒？好啊，云轩，你敢给天翔下毒？我没有啊！还说不是你，这是什么？不是，这是弟弟让我去除草的。你这个孽障！天翔就算不是你的亲弟弟，那也是你的家人，你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心肠呢？枉我们把你从贫民窟里找回来，没想到是找了个恶魔。不是我，你还在演啊？家法！啊！我让你演，我让你剪，我让你剪！爸，别管他了，把天翔送医院要紧。对，天翔，快！是你，哥，明天你去给花园喷点药吧。哦，好。是你下的毒。竟敢偷你姐姐的贴身异物，你还知不知道廉耻了啊？同样的年纪，天翔已经开始帮公司打理事务了，你再看看你，我让你手脚不干净，我让你偷，我让你偷！不是死了吗？爸，你就别怪哥哥了。他从小在贫民窟长大，难免沾染一些恶习，这才接回来没几年，要慢慢改就好。改？只怕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之前偷钱偷首饰就算了，现在连姐姐的贴身衣物都敢偷，贫民窟来的人真是恶心。小轩，自从把你接回家，我们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既然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逆子，你知道什么？跪下，给我跪下！上一世我掏心掏肺的付出，就是为了那微薄的亲情，到头来落得个不得好死的下场。既然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我当成过家人，证据呢？你们说我偷了衣服，证据？难不成天翔他还会冤枉你吗？整个云家除了你，还会有谁做这种事情？逆子，你还质问起我来了啊！你给我跪下！我不跪。袁逆子，你还敢还手？你这是想造反吗？他云天翔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能冤枉我，你们还真是对他宠爱有加啊！哥哥，你别这样说，你才是云家的亲生儿子，我只是一个养子罢了。小轩，你太让妈失望了。天翔他这么善良，处处都得让着你，难道就换来你的嫉妒吗？云轩，就算你是亲生的又怎么样？天翔才是实实在在陪伴了我们17年的人，他才是我弟弟，我只认他这一个弟弟。袁逆子，现在就去门外给我跪着，不许吃饭！什么时候天翔原谅了你，你什么时候再给我起来？爸，这个惩罚太重了，哥哥才是云家的亲生儿子，他要什么都是应该的。我只是一个养子，霸占了哥10几年的人生，还分走了你们的爱。天翔，你别这么说，你也是妈的孩子，在妈眼里，你们没有分别。你个逆子，非要搅得这只家家不宁，你才满意了吗？你现在就给我跪下，否则我将你赶出云家！放心，这个家我原本就打算……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和你们云家断绝关系。放肆！我看你是翅膀硬了是吧？我们生你养你，岂是一张纸说断就能断的？是啊，哥哥，你别说这种话。你是妈10月怀胎生下来的，你这样不是剜妈的心吗？云轩，你明知道爸爸只是在说气话，根本不可能把你赶走，少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把你这套以退为进的把戏收起来。小轩，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天翔一样让妈省点心？生我养我，我没听错吧？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10岁之后便出门打工，服务员、外卖员，什么脏活累活我没干过。你们生我养我什么了啊？小轩，你这是在怪妈吗？妈也不想把你弄丢。妈已经自责了整整18年了，难道还不够吗？所以你为了安慰自己便领养了一个孩子，为了他把一切都给了他，连自己亲生儿子的存在都不敢让外人知道，你还真是伟大呀！啊！说来说去，你不是还妒忌天翔吗？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家里了？我就不相信你这个贪财势利的小人会舍得离开云家。云家有什么好的？还真当谁稀罕？你云总，明天我拟好了协议就寄给你。你叫我什么？你个孽障！我可是你爸，我看这日子你是不想好好的过了，今天我非要打死你不可！怎么，云总还想教训我是吧？既然你们让我不好过，那就都别过了！天翔，天翔，你怎么样了？妈，我没事，你也别怪哥哥了，只要哥哥能消气，我受点委屈无所谓的。云轩，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天翔是你弟弟，他哪里对不起你了？你怎么下得去手的？妈只想你们和平相处，你为什么非得跟你弟弟争呢？你非要拆散这个家，你才满意吗？云轩，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变成什么样了？不像以前一样舔着你们，任由你们欺辱，不习惯了是吧？你这点就受不了了呀？那我这一道道的算什么呢？这一道道的伤痕都是拜你们云家所赐。小轩，这些伤……收起你的虚情假意吧，孟夫人，你演给谁看呢？我哪次被打你没有在场啊？那时候我可没从你眼里看到过一滴眼泪。对不起，哥哥，都是因为我你才会受这些委屈，我这就离开。天翔，你不能走啊！你走了，妈可怎么活呀？你挨打，你怪得了谁啊？是你自己手脚不干净。你自从把你接回来，家中就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不是想离开云家吗？我成全你，滚！现在就给我滚出云家！那就感谢云总的成全。这样，把这4年我在云家的花销打个欠条给我，我会一一还清。从今往后，我与云家再无瓜葛。这个逆子，他到底想要干什么？跟云家划清界限，云家哪里对不起他了？我看他就是妒忌天翔罢了。等他在外面吃够了苦头，他自然会哭着求着要回来。回来！等他回来，我非要打断他的腿不可！云轩一直是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怎么会突然反抗家里？爸，你就不要怪哥哥了，是我的不对，我不该说出实情害哥哥受罚，不然哥哥他也不会。天翔，你没错，你只是说出了实话，是你哥他想要跟云家划清界限是吗？好啊，我成全他。管家，老爷去把那个逆子在云家所有的开销统计出来，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还。是。小轩哥，你就放心在我这住着，虽然乱是乱了点，但收拾一下还是能住的。哎呀，本来就很麻烦你了，我哪有资格嫌这嫌那？小轩哥，你这是什么话呀？当初要不是你带着我打工，我早就饿死了。哎，你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饿不着你。我先去收拾一下。哦，小轩哥，李哥来了，你等我一下。老弟，都收拾好了啊？李哥，都收拾好了。行，跟你说，都是看在街坊邻居的面上，我才出80块的高价收你这堆破烂啊，否则别人啊20块都不给。谢谢李哥照顾，慢着。这些东西低于10万不卖。你在说什么？
我说这些东西低于10万，不卖。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就这堆破烂，你敢开口跟我说10万？想钱想疯了吗？孙宇，我是拿你当兄弟才给你开的高价，你这怎么回事？拿我开涮呢？不是，李哥，这位是我孤儿院大哥，他才来，不懂。信我。10万，乾隆年间粉彩花卉碗，你不亏。你居然看得懂？上一世，小雨这只乾隆年制粉彩花卉碗被人捡漏，让他后悔了好久。这一世，竟然刚被我赶上。怎么样，考虑清楚了吗？这可是乾隆年间粉彩花卉碗，稀罕玩意儿，毕竟我都舍不得卖啊。哎，小兄弟，行，不就是10万吗？我给。爽快，付钱吧。没想到这出来扫趟货还遇见个行家。李哥慢走啊，下次再来。耶！行了，这点钱你都数了7、8遍了。小轩哥，你太神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从乡下随便收的一堆工艺品里面居然有真东西。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来，小轩哥，这些你拿着。哎，这是你自己的本事，我不能要。哎呀，小轩哥你就收着吧，要不是你，我早就把那个东西当垃圾给卖了。要和云家彻底撇清关系，甚至让他们付出代价，我确实需要一些钱。那行，算我借你，之后我会连本带利的还给你。小轩哥，你什么意思啊？咱俩用分那么细吗？嗨，收着吧啊。来，天祥，流了那么多血，快吃些好的补补。小轩也真是的，怎么忍心下这么重的手？我没事，妈，你别怪哥哥了。哥哥他心里可能只是有点不平衡罢了。哼，天祥，你就别替他说话了。我看他就是从小在贫民窟里熏陶坏了，真是不可救药。老爷，小轩少爷回云家之后的所有开支都查清楚了。是吗？那他都花了多少钱呢？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能还得起。银行流水0。就算你要维护那个小畜生，你也不能编这么离谱的谎话吧？就他那贪财样，他的银行流水怎么可能是0啊？二小姐，这是真的，不可能。这逆子回到云家已经4年多了，怎么可能1分钱都没花呢？那他这些年是怎么过的？肯定是你搞错了。小轩是我们云家的孩子，他怎么可能？还真是0啊！怎么会这样？夫人，您忘了，当年您和老爷害怕天祥少爷因为小轩少爷回来心里难受，特意嘱咐财务不准给小轩少爷零花钱。我说过这话吗？妈，天祥好歹每个月有10万块钱零花钱吧？您是怎么想到一点钱都不给小轩的呀？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那云轩怎么能跟天祥比呢？再说了，妈又不是故意的，她没钱自己不会跟家里说，装可怜给谁看呢？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妈，你也别多想，哥哥吃住都在家里面，也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对，我们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他，就算没有给他零花钱，他也是吃喝不愁的。那个夫人，小轩少爷他也从来没有在云家吃过饭。他的椅子呢？小轩少爷没有椅子。为什么？是二小姐吩咐的。我？胡说！我什么时候吩咐的？当年你妈妈就是靠这几道菜拴住我的胃的。爸爸妈妈，我给你们带了点特产来，就是这个，这是我们乡下自己种的花生，它口感很。天祥，你怎么了？我没事。天祥对花生过敏，你要害死他是吗？我不知道啊。天祥，你别吓妈呀！怎么办呀？赶紧送医院！把你从孤儿院学到的那些把戏，最好给我收起来，别让我再看见第2次。我不是故意的，
以后不准你在这个桌子上吃饭，这以后没有你的位置，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你真不知道？我哪知道他这么蠢，说不让上桌，他就真不上桌。原来这就是他在云家的生活，怎么会这个样子？那就算他不在家吃饭，那他也可以出去。他哪里有钱出去吃啊？怎么会这样？那小轩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的？回夫人，我问过了，小轩少爷这些年原本一直和保姆下人一起用餐的，但是什么？天翔，这些啊都是云家的家业，你要是喜欢，大姐经常带你去。谢谢大姐。大姐，我们云家是让你饿着了吗？怎么就这么馋？哦，不是大姐，这不想听你狡辩。管家，大小姐，从今天开始，不允许他再偷吃我们云家任何东西。我们云家即使再家大业大，也经不起他这样老。是。我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刻薄？哎，大姐，这怎么能怪你呢？云家又不欠他的，就算稍微有点忽视，他又何必斤斤计较呢？再说了，他还偷云家那么多东西呢。妈妈的项链、你的手镯、我的戒指，那些东西的价值哪一样不超过100万？他有什么好委屈的？是我们误会小轩了，他偷东西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得赶紧把他找回来。谁知道他又跑哪儿去了？说不定啊，又跟哪个狐朋狗友厮混呢。哦，对，小轩没有钱，他一定会去公司上班的。我们去公司找他，等见到小轩，把一切说开了就好。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立刻把云轩给开除了。对于智能手机来说，触摸屏、多点触控和内置摄像头才是当今主流市场的技术突破。但只有良好的操作系统，才是彻底解决用户使用习惯的核心竞争力。现在基诺亚手机的开发已经到了最后一步，只要你们按照我的部署继续下去，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做的再好有什么用？还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这些项目明明都是小轩哥全盘操作的，凭什么那个云天想把所有功劳能够随随便便都抢走？小点声，云天祥是云氏太子爷，你不要工作了。太子爷怎么了？还不是个绣花枕头。小轩哥都要走了，我也不想干了。别说这种气话，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与你们无关。小轩，你真的要走了？这些项目都是你的心血啊，现在眼看要到收获的时候了，你现在离开……今天过来呢，主要是跟你们交接一下工作，免得你们之后工作推进困难，再被他们无故刁难。那基诺亚的核心技术呢？这些都是你一点一点构建起来的呀，你真的舍得？10年之后，智能手机蓬勃发展，苹果、小米各种创新技术层出不穷。与之相比，如今云氏引以为傲的一切，不过都是老掉牙的技术罢了。有了上一世的见闻，超越云氏只是时间问题。放心，云少，我已经把他开除了，我立刻就让他滚蛋。云轩，你不是已经被开除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滚蛋！陈经理，公司最重要的基诺亚和旺达项目都是小轩哥一手运营起来的，你凭什么无缘无故开除他？你们抢了他的功劳还不够吗？凭什么这么欺负人？秦婉，你说话要负责任，任何的项目推进都是公司所有人的功劳，怎么成了他云轩一个人的功劳了？可是核心框架的搭建、数据安全系统都是小轩哥他一手搭建的。要不是云氏跟云少给他机会，像他这种泥腿子，有机会操作基诺亚跟旺达这么大的项目吗？你再说了，公司是云氏的，云氏是云少的，云少想开除谁就开除谁，谁有意见说出来啊？有吗？没有，我们服从安排。像你这种社会底层的垃圾，就应该被人踩在脚底下。记住了，有谁跟云少作对，这就是下场。陈经理，董事长到了。董事长好。董事长，您今天怎么有空亲自来集团看一下？简单看看，最近集团的项目还顺利吗？非常的顺利，在兰溪总裁的带领下，云天祥少爷的基诺亚手机以及旺达大型商场的项目正在有序的向前推进，而且现在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带我去内部转转，我也好久没来了。好，您这边请。小轩哥，你就这么忍了吗？
没什么忍不忍的，我本来就是要打算辞职的。可是，自从云少进入集团以来啊，说一声成果斐然，那也一点不为过呀。好了，你们继续加油，有缘再见。连带其他的员工都是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小轩，不好意思啊，让一下。站住！云轩，你怎么还在这儿？刚刚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你被开除了，还不赶紧滚蛋！你要是冲撞了董事长，你担待得起吗？开除？夫人，这个员工好吃懒做、偷奸耍滑，严重影响了公司的风气，我已经把他开除了。您稍等，我这就赶他走。慢着，谁给你的权利开除他？夫人，您认识啊？要是公布了小轩的身份，天翔该如何自处？这孩子从小就自尊心强，恐怕受不了别人非议。他是我云家管家的儿子，谁给你的胆子开除他？果然如此，云轩啊云轩，你在期待什么？小轩居然是云家的人，那他是不是可以留下了？管家的儿子啊，没错。陈凯，我到公司的第一天就交代你要好好关照小轩哥，你就是这样关照的？是。哎呀，你看我这记性，把少爷交代的这个事儿给忘了，真是该打。主要是云轩这个员工，他平时任何的业绩都没有，我这才没事儿。既然都是云家的人，那你不用走了，云轩，你留下吧啊。果然是个废物，一点真本事没有，都得靠着我们云家。蓝河，少说两句。行了，云轩，之前的事情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也不能只怪你一个人。这样吧，今天下班回家给天翔好好道个歉，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董事长，我是做了什么呀？需要得到原谅？我说过，我跟云家没有任何关系。今天来，我原本就是打算辞职的。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想清楚了，这可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小轩，你别犟了，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过不去，你们对我所做的一切，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云轩，你跟谁喊的你？你一个靠着云家吸血的废物，你有什么资格大呼小叫的？云轩，别意气用事。小轩，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变成什么样了？不都是你们逼的吗？啊？怎么样？我欠你们云家的钱算清了？云轩，让我猜猜，应该是0吧？毕竟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往那张卡里打过1分钱。但是我好歹也在你们云家住了4年，就算是杂物间，也该付一点房租。2万，够吗？你以后不要再来烦我。对了，我倒是想看看，没了我这个只知道吸血的废物，你们云氏会不会变得更好？反了！云轩，你这个白眼狼，云氏养了你这么久，你不懂感恩就算了，你还敢口出狂言！董事长，那个现在的云氏啊，他各个项目都在稳步的推进，没有他云轩这个寄生虫，也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爸，你就别生气了，哥哥他现在还不知道社会的险恶，等他吃尽了苦头，他一定会知道云氏和云家的好。对，没有云氏，他什么都不是。陈凯，在。立刻放出消息，任何公司不得录用云轩，否则就视为我云家的敌人。是，我倒要看看这个逆子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爸，这样会不会太过了呀？过，一点都不过。对付这种白眼狼，就该用这样的手段。还想和云家划清界限，他也配呀他！没错，这个逆子啊，现在是越来越放肆了。天霞，你就留在公司，抓紧项目，尽快推进。我要让这个逆子追悔莫及。放心吧，爸，我会努力的。好，叫管家把这些收起来。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我在看有哪些衣服可以洗啊。
这些事交给下人去做就可以了。大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2万，够吗？算了，没事儿。我等会儿还要回公司一趟，大姐，我要换衣服了。哦，行，那你先忙。好好的一个家，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妈，别哭了。小轩怎么会有这么多钱？那还用说，肯定是之前卖了换钱的呗。他走的时候没有带行李，他怎么可能随身携带得了？那就是他之前早就卖了。那钱呢？他银行卡里没有任何的流水，那么多现金，他怎么可能随身携带啊？那就是他只带了一部分走，剩下的肯定藏在房间里呢。对，我现在就去找出来，我看他到时候还有什么话要说。云轩的房间在哪儿啊？保姆，带他去。什么味儿啊，臭死了！李阿姨，我让你带我去云轩房间，你带我来杂物间干啥？二小姐，这就是云轩少爷住的地方。你开什么玩笑？这哪能住人啊？是真的，二小姐，小轩少爷的起居一直都是我负责的，他在这儿已经住了4年了。什么？我的孩子，他在外面受了那么多的苦，怎么回到家里还要住在这种地方？云正主，你不是说你会安排好的吗？你就是这么安排的？管家，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给云轩安排这种地方？家里不是还有很多房间吗？老爷，您忘了，这是您安排的呀。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这就是我的家吗？给他安排个房间。是。天翔，你放心，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们的弟弟。果然是贫民窟的下等人啊，臭烘烘的，真是恶心死了。老爷，家里暂时没有空的客房了。这个就是小轩哥吧？你放心，我马上就把房间让出来，毕竟那本来就是不属于我的。谁说的？这都是属于你的，谁也抢不走。哎，行了行了，没有客房，起码有其他房间吧？是有一个储物间，那就储物间吧。什么时候把他身上那股贫民窟的味道去掉，再搬出来？是。你竟然让你的亲生儿子在这种阴冷潮湿的环境下住了整整4年！我这不是忙吗？再说了，一个大男人住的差点有什么关系吗？等他回来，我再给他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客房，没多大事儿啊。李爷，这是小轩全部的衣服吗？是的，大小姐，小轩少爷没什么钱，这全都是天翔少爷穿剩下的旧衣服。旧衣服？臭死了！你别靠我那么近，你站一边去。行了，小轩你就站那儿吧，都一样的。准备了啊！3、2、1，茄子！不好看，脱了吧。下次姐姐给你带些好的来。哎，回来的正好，这衣服给你了。哦，谢谢大姐，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连自己的衣服都没有几件，这还是家福？装可怜给谁看啊？他有需要自己不会张嘴说啊？妈，大姐，你们千万不要被他的表象给欺骗了。不就在杂物间住了一段时间吗？那再怎么说，云家的杂物间也比他之前的贫民窟好1万倍吧？他有什么不值得的？何况他偷了咱们家那么多东西，他肯定不会过得差。等着，我这就把证据找出来。找到了，这什么呀？做工这么粗糙，果然是贫民窟里出来的，不识货。
偷都不知道偷点好的。大姐，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吗？过段时间你生日，我想……哎呀，大姐，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呀？快点走了，再晚科技馆要关门了，快点！来了，向日葵吧，随便准备就行。啊，好，大姐，谢谢。谢谢你做我的家人，希望我们永远幸福。大姐，生日快乐！没想到我随口说的一句话，竟然……不可能！天晓明明说亲眼看见他偷东西的，怎么可能没有呢？如果小轩他偷了那些首饰，他怎么可能连饭都吃不起？不可能，天翔不可能说谎的，那他一定是……会不会是天翔看错了？我们有证据吗？我们连解释都没有听他说一句。我让你偷，我让你偷！说，你大姐的手镯到底在哪里？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是我拿的呀！还敢狡辩是吧？我让你不承认，我让你不承认，我让你不承认！当初亲子鉴定该不会出错了吧？他浑身上下哪一点有我们云家的基因？哥哥，你就把手镯还给大姐吧，再给大姐道个歉，大姐会原谅你的。小轩，你怎么就不能向你弟弟学学，就不能让妈省点心吗？大姐，你要相信我呀，手镯真的不是我拿的呀！承认是吧？我让你不承认，我让你不承认，我让你不承认，说承认不承认？行了，事到如此，说再多的也没用。那个逆子云轩他身上没钱，在外面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就算他之前受了什么委屈，等天翔这个项目推进下去，到时候我给他安排个高职务，就当是补偿他了啊！行了，别看了，走吧。明明是云家亲生的少女，他们怎么忍心？小轩少女，你既然离开了云家，就别再回来了。爽！小轩哥，自从你回了云家，咱俩可好久没有这样聚过了。我为了讨好云家那些人，疏远了真心对我的好兄弟，结果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真是讽刺！来吃烤肉，不收钱。当年要不是你们俩把我儿子从火场里救出来，他早就没命了，哪能收你们的钱？你是小轩哥，你忘了，当年对面那栋酒店失火，咱俩正好在那儿打工，不是救出来几人吗？老板的儿子也是其中一个。老板的儿子就是他。火灾留下的后遗症，说是吸收了太多的烟雾，伤了大脑。哎，不说了，我再去给你们烤2串。事情都过去了，能保住一条小命就不错了。不过话说回来，小轩哥，你真的舍得离开云家？你当初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生父母，而且那可是云家呀，山城数1数2的豪门。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做过家人，早知道会遭受他们的白眼和偏见，当初我就不该回云家。山城豪门又如何？我们还年轻，我们自己就是好。小轩哥，你没事吧？发烧了？那可是旺达，全山城但凡需要买什么日用品、衣服啥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旺达。咱俩拿什么跟人家拼？你听说过网购吗？网购？这个文件处理一下，下班之前交给我。我还有基诺亚的数据要处理，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就给我挤时间出来，这点任务都完不成，公司养你们干什么？有时间，有时间，陈经理，下班前肯定给你。还是你小子识时务，认清现实吧。你们这帮人呢，就只有当狗的命，不要想着反抗。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基诺亚的项目你们不用再跟了，云少要亲自接管基诺亚和旺达，你们以后呢就做一点处理文件的杂活就行了啊。凭什么？这个项目一直都是我们在跟进，
包括前期的策划、后期的落实，都是我们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凭什么你说拿走就拿走？凭什么？我现在就告诉你凭什么！就凭这家集团都是云氏的产业，云少想做什么他就能做什么，你们谁敢说一个不字儿？你们这帮人，这一辈子都只能给云氏当奴才，永远翻不了身。我去你的！你干什么？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周贺？老子他妈就不干了！唉，还是太冲动了。贺哥，你刚才太帅了，我早就想这么干了。陈凯狗仗人势，抢了我们那么多功劳，就该狠狠收拾他一顿。帅是帅了，之后怎么办啊？得罪了云氏，以后在山城哪个公司敢用我们？我们还有小轩哥。小轩，我怎么把这小子忘了？他可是个天才，基诺亚和旺达都是他提出来的。在东山再起，走，我们现在去找他。做得不错。你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那两个贱人，他们居然当众行凶。云少，你行了，人开除了就行了。基诺亚和旺达这些必须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这将是我未来继承云氏最有利的业绩。你先下去处理一下伤口吧。云少，不好了，云少！基诺亚的智能操作系统出现了巨大的安全漏洞，可能即将面临瘫痪的风险。怎么会这样？出现了安全漏洞问题就去解决啊！还在这里浪费时间做什么？云少，能处理的人都被你开除完了。废物！我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就不信了，这么大的集团，离开那几个人还运转不了了。喂，是，这里是云氏集团。哦，您先别急，系统的问题我们会尽快处理。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一定想办法弥补您的损失。这怎么会这样？陈凯，不是，在，不管你用什么办法，1天之内给我解决安全漏洞问题啊！1天，云少，1天时间太少了，我不懂系统开发呀。就1天时间，要是你解决不了，明天你也不用来了。云少，一天我上哪去找人补这个安全漏洞的问题啊？云轩啊，对，这个系统就是他搭建开发的，他一定有办法。小轩哥，秦婉，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被开除了。啊？是我连累了你们。小轩哥，我们现在实在没地方去了，你会收留我们的吧？你们都是高级工程师，愿意来帮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快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也是现在的合伙人孙宇。你好。这就是我谢幕前的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太棒了，小轩哥！网络购物搭配快递，用担保交易的模式解决了线上支付的信任问题，你简直是个天才！这种商业模式会对旺达的线下实体商场造成强大冲击。小轩，你这是要跟云氏公然叫板啊！我不仅要跟他们叫板，还要彻底将他们击垮。云氏除了旺达之外，还有个叫基诺亚的项目是你亲手建立出来的，你应该知道它的含金量。原本我确实有担忧，但现在云氏把你们俩都开除了，没有专人维护，系统一定会出现漏洞。这是他们云氏自己作死。小轩哥，外面有人找你，好像叫什么陈凯。陈凯？就找了这么一个破烂的狗窝呀！陈经理不会这次过来是为了特意嘲讽我一番吧？当然不是了，我这次特意过来呢，是看在之前共事一场的份上，给你一个重回云氏的机会。哦，重回云氏？是啊，
这可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条件呢？1天之内解决基诺亚安全漏洞的问题，并当众承认你之前工作的疏忽。另外嘛，工资减半，以示惩戒。你笑什么？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呢记性不太好。你之前不是口口声声说这个基诺亚是他云天祥一手操办的吗？怎么现在出了安全漏洞问题不去找他，跑来找我呀？是不是他解决不了啊？云轩，你别不识好歹，我这是在给你机会。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进云氏都进不去的？是吗？那你就去找那些想进云氏的人，帮你解决安全漏洞的问题啊。像我们这种只知道吸云氏血的蛀虫，爱莫能助。你不要以为你找了几个废物就可以跟云氏作对，拒绝我，拒绝云氏，你最好想清楚后果。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你想，智能手机操作系统是基诺亚的命门，你要是把这件事给搞砸了，你觉得他云天祥会放过你？你在基诺亚待了这么多年，不会不知道他的手段吧？好，云轩，算你有种，你给老子等着！得罪了云氏，我看你怎么死！哎，陈经理慢点，陈经理慢走啊，有空经常来玩。好了，别笑了，干活。爸，什么安全漏洞问题，那都是外面传的假消息，根本没这回事儿。哎，你放心我。哦，对了，云轩回公司了吗？我会留意哥那边的，他只要一回来，我立刻给您消息。基诺亚的安全漏洞问题都处理好了吗？云少，1天时间实在是太紧了，这个项目之前都是云轩在做，你再给我3天。还要时间？你知道云氏1天要损失多少钱吗？我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我这……大姐，天祥，你这是？哦，我刚才在处理文件。大姐，你今天来公司有什么事吗？我来找小轩，他今天来上班了吗？没有，哥哥这几天应该正在气头上，过几天等他气消了，应该自然就回来了。不行，我还是放心不下他，我再去找一下他。哎，大姐，哎，大姐。云轩，云轩，又是云轩！陈凯，立刻把基诺亚的智能操作系统给我换了，差一点也没关系，能用就行，保证尽快上市。啊，这不太好吧？基诺亚智能操作系统是它最重要的创新部分，就这样换了？一个操作系统而已，换了就换了，有几个人能懂这些？内置相机、触控屏、音乐播放器，这些娱乐性的功能才是最重要的。让你去你就去，什么时候轮到你教我做事？云轩，你看着，没有你，我也一样能做成。这个云轩真是一点不让人省心，一点小事就要死要活的。他有哪一点能比得上天翔？哎呀，你就别担心了，这兰溪不是已经过去找他了吗？天翔那边我也已经吩咐过了，没事的啊。他是我的亲生儿子呀，走丢了18年，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又离家出走了。你说我能不担心吗？那还不是他自己不争气啊！他样样比不上天翔，又处处嫉妒他。行了行了，他那个财迷，等他没钱了就自己回来了啊！被他这么一闹，我多久没去医院上班了？病人都等着呢。我先走了啊。搞定了。淘物网，小轩哥你也太厉害了，这才多久啊，你就搞了这么大一个网站？哎，先别忙着高兴，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放心吧，小轩哥，别的不敢说，我在饭店工作了这么久，送货员还是认识不少的。小轩哥，这2位就是我给你提过的送货员兄弟，周勇、王田，全山城的送货员，他俩都关系，也没那么邪乎，就混口饭吃。哎，小轩哥，别的俺没有，力气俺有的是，有什么活你吩咐就行。这次呢，不是要给你们安排活干，而是有一个重要的项目要跟你们进行合作。看看这个，小轩哥，你让俺送货没问题，你这让俺成立个什么送货公司，俺不会呀。不是叫送货公司，咱们叫快递公司。快递？没错，之后速丰快递会和淘物网进行深度绑定，专门为网购服务。具体的业务你们听我安排就行了。行，孙宇俺信得过，
既然你是孙宇大哥，那以后也是俺大哥，跟着你干了。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兄弟们，大家有钱一起赚吧。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干了！哈哈哈，干了！哈哈哈。淘物网了解一下，淘物网看看吧。淘物网了解一下。小轩哥，火了，真的火了！你看，342，这才1天不到，居然有300多个订单，周勇他们都快忙不过来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等我们把非遗支付做出来，再把淘物网推广到全国，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啊！哦，对了，赶紧发布招聘信息啊！哎，小轩哥，小轩哥，你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我们也忙了大半天了，找个地方休息会儿吧。没事儿，可能就低血糖犯了，缓一会儿就好了。云大小姐，她怎么会来这儿？小轩，云大小姐，我记得我欠你们云家的钱已经还清楚了，你还来烦我做什么？小轩，大姐是来接你回家的。大姐，小轩哥不是云家管家的儿子吗？怎么，这么多年，云家为了那个养子，从来没有对外承过小轩哥的身份，现在居然说他是管家的儿子，什么意思啊？小轩他……等等，你可别乱认亲戚啊！我早就说过，我跟云家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也不再是我的大姐。小轩，你不要说气话了，家里的事情我们都调查清楚了，你没有偷那些东西，是我们错怪你了，跟大姐回家好不好？大姐给你道歉。调查清楚了，错怪我了。只是天翔他看错了，这一切都是误会，跟大姐回家好不好？跟爸妈说清楚，说开就好了。一句误会了，一句看错了就把我打发了吗？你知不知道我在云家过的是什么日子？我遭受你们的白眼、打骂、莫名的指责整整4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滚远点，别挡道！小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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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装什么呢？小轩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还不是拜你们云家所赐？小轩哥天天在集团当牛做马，被人指使来指使去，亲手推进的项目被抢走，最后还被开除。谁看得出他是云家的亲生儿子？项目被人抢走，什么意思啊？为了一个养子，如此对待亲生儿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大姐，你怎么来医院了？他们是……蓝河，你在就好了。小轩他……医生，我弟弟他怎么样了？这孩子之前呀，应该遭受过什么虐待，身上没有一块完整的好肉，而且营养不良，严重贫血，完全调养好需要很长时间，带回去好好静养吧。不就少吃了几顿饭吗？哪儿那么严重啊？这是云轩的体检报告，你好好看看吧。这怎么可能？这还是一个活人的身体吗？大姐，我们到底怎么虐待云轩了？小轩，小轩哥，你怎么样了？好些了吗？没事，低血糖犯了，刚挂完葡萄糖，没事了。你可吓死我们了！谢谢你送我来医院，这是医药费，我不欠你的。小轩，现在不是毒气的时候，医生说了，你需要静养，跟大姐回家好不好？哪有家那是家吗？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地下室那是家吗？一副连属于我碗筷都没有的地方那是家吗？我现在变成这副鬼样子，不都是拜你们这些所谓的家人所赐吗？啊！我跟你们回去干什么？继续受你们的欺辱吗？云轩，谁让你跟大姐这么说话的？当初发生那些事儿，还不是你自己作的？要不是你处处跟天翔较劲，会发生这些事儿吗？蓝河，闭嘴！小轩，大姐跟你保证，以前都是大姐错了，大姐给你道歉，以后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你看，这个是你送大姐的项链，大姐很喜欢，真的。看来你们到我房间里去看过了呀。我在云家住了这么多年，你们是第一次去我的房间里吧？怎么样？不太好找吧？什么感觉啊？不就住了几年杂物间吗？
你一个大男人何必斤斤计较？斤斤计较？你怎么不去住几年试试呢？我住。于二小姐，我倒想问问你，当初信誓旦旦说我偷东西的人就是你，赃物找到了吗？谁知道你是不是早就把首饰卖了？钱呢？我从来没有用过你们给的卡，离开的时候一件行李都没有带。那些卖首饰的钱呢？几百万呢？我怎么带走？不说话了，那就是没有了。他云天祥随随便便几句话就给我定了罪，你们连查都懒得查。云大小姐，这就是你口中的一世同仁。小轩，对不起，你给大姐个机会，让大姐补偿你好吗？怎么补偿？你们当初对我非打即骂，让我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住了整整4年。当初亲手伤害我的就是你，你现在跑来跟我谈什么补偿？你恶不恶心啊？至于这条项链，你们说的对，这就是一条垃圾。认了就好。兰心，你回来了。小轩他还是不愿意回来吗？妈，你也别担心，哥哥他只是在气头上，等他明白你的苦心，他会回来的。人家现在翅膀可是硬了，宁愿在外边发传单都不愿意回来。他什么意思？还没闹够吗？堂堂云家的亲生儿子，居然在外面发传单，这是什么样子吗？这难道你关心的就是这些吗？云家的颜面。你什么意思？怪不得小轩不愿意回来，即使在外面再苦再累，也总比在云家白白挨打来的强。爸，你有真的关心过他？你有真的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吗？爸妈姐，你们快点，飞机要晚点了。瞧这孩子兴奋的，不就是去趟马尔代夫吗？哥哥你回来了。爸妈，你们这是要出去旅游啊？这一天天跑到哪儿去野？弄成什么样子，也不怕丢我们云家的脸？爸，我不是，我不想听你解释，现在就给我滚进去罚跪！我们回来之前不许起来。妈，你有给小轩过生日吗？他是您生的，您还记得他的生日吗？小轩他……快许愿！生日快乐！谢谢爸妈。怎么，光谢爸妈呀？这蛋糕可是你二姐我亲自订的。谢谢二姐，也谢谢大姐。乖，切蛋糕吧。爸妈，还是让哥哥进来吧，外面太冷了。算了，这孩子嫉妒心太强，就因为我给天祥买了一块手表，就吃醋，故意把表摔坏。如果不加以管教，恐怕日后会惹出更大的祸事。就让他在外面冷静冷静，反省一下。生日快乐，天祥，你真的亲眼看到小轩偷拿家里东西了吗？大姐，我……大姐，你在说什么？你是在怀疑天祥污蔑云轩吗？天祥这么善良，他怎么可能做那种事啊？天祥，我想听你说。我看见哥哥进了妈的房间，第二天妈的项链就不见了。妈的房间很多人都进去过，这不是证据。所以说，你也没有亲眼看到小轩拿项链，对吗？好了，兰溪，一条项链而已，丢了就丢了，你何必像审犯人一样呢？一条项链而已，我们云家又不缺这条项链，但是小轩因此挨了10几道鞭子。妈，我不过就是多问了天祥几句，您就这么心疼他？那当时小轩被打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替他求求情？他不也是您的儿子，我的弟弟吗？这还算是一视同仁吗？就算大家都进过妈的房间，那除了他，谁还会偷妈的项链啊？我还是大姐你啊？我们根本就不缺那点钱，只有云轩啊。对，整个云家就只有他云轩缺钱，为什么？这些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家人的错吗？我们谁给过他生活费？那他也不应该偷啊！他没有偷，我们不都看过他的银行流水，零是零啊！他根本都没有用我们的卡，他没有机会用。倒是天祥，每个月还有至少不低于100万的花销。够了，大姐，到底想说什么？你是在怀疑天祥吗？他可是我们朝夕相处了20年的弟弟，你别忘了，他还救过我们的命。
南河，南河。救命啊！我儿子还在里面，快来人救命啊！天翔，是你救了我们。二姐，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提这个干嘛？我救你们不都是应该的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们放下对小轩的偏见。什么？旺达客源大量流失？哎，这不是你这条裙子吗？这么便宜，这不会是假的吧？哎，怎么可能？现在淘物网很火的，很多人都爱用它，而且有平台担保，假一罚10呢。真的？那我们赶紧回家买一件试试看，走吧。董事长，我们的客源流失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淘物网，前几天刚冒出来，势头异常的凶猛，才短短几天就有了上万的订单。这种网购平台省去了商家的房租和储藏压力，确实可以极大的压缩成本。但是他们想要做成这么大规模，光是收商家的保证金肯定是不够的。可是原本投资旺达的王总，他临时改变了主意，终止了合作。他怎么了？说呀！他昨天去了淘物网总部，据说是要投资他们。王总，这位就是云轩，整个淘物网都是他带我们建立起来的。王总您好。哎呀，没想到最近突然强势崛起的淘物网创始人竟然这么年轻，真是后生可畏呀！王总您过奖了，我们现在还是个小作坊，真要发展还得靠前辈不吝的投资啊。哈哈哈哈哈哈！你小子倒是不客气啊，能不能拿到这笔投资，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好，那我就先给王总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运营理念。不错，非常不错啊。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您说，你把淘物网和非以支付深度的绑定，用担保交易的模式来解决网购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这个很好。但想要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全国还是很困难的，毕竟现在的人对网购的概念还是很陌生啊。其实这一点呢，我们也有考虑到，想要解决并不难。哦，说来听听。让所有人的支付习惯都变成非以支付，让线上支付取代线下支付。年轻人口气有点大了吧？没有100%的信心，怎么敢大老远的请您过来？支付成功。这是二维码支付。你的想法和方案都很成熟，如果成功了，将会彻底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消费习惯。这个项目我投了。感谢王总，您的这笔投资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及时。哈哈哈，你别客套了，好的项目多的是有人抢着投资。好好干，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旺达流失的客源已超过10%，并且还在不断增长。再这么下去，集团恐怕会面临极其严重的财务危机。天翔，你也别太自责了，这也不能怪你。谁知道会突然冒出来一个淘物网啊？是啊，天翔，说不定他就是昙花一现，没准过2天又消失了呢。查清楚了，董事长，这个淘物网的创始人是云轩。什么？怎么可能？他不是在外边发传单吗？前2天因为这事还进医院了，哪来时间搞什么淘物网啊？小轩进医院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先出去吧。是。我没来得及告诉你。不行，我得去找他。妈，小轩已经没事了，医生说他只是营养不良，已经出院了。营养不良？怎么会营养不良呢？都怪我，是我这个当妈的不称职啊！他离家出走的时间够久了，我们是该把他接回来，不能再由着他胡闹下去。干杯！为了庆祝咱们拿到了第一笔投资，我提议有请我们的创始人小轩哥为我们讲两句。
讲两句，讲两句。好，讲两句。首先，我们成功的拿到了王总的投资，这说明我们的淘物网和非遗支付已经成功步入了正轨。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在座的各位每一天的辛勤付出。我向你们承诺，只要有付出，一定会有回报。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哎，当然这只是第一次，之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谢谢老板。其次，为了将二维码支付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我决定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将研发一款便宜又好用的智能手机，其自带扫码和支付软件，为我们的未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话又说回来，小轩哥，咱们公司是不是该起个名字了？上次问你，你老是说没想好，但这老叫淘物网也不是个事儿啊。其实这个我早就想过了，当初我说我们要打败云氏，你们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但是没想到经过我们的努力付出之后，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了希望。这是什么？这是奇迹，这是上天给我们这种努力之人的奇迹。所以，我们的公司就叫做奇迹时代。这名字好，来，敬奇迹，奇迹时代。小轩，孟夫人，我说你们云家的人没完没了了是吧？钱不都还给你们了，还来烦我做什么？于轩，你怎么跟妈说话呢？我怎么说话关你屁事？小轩，你叫我什么？我是妈妈呀！妈，我不是管家的儿子吗？你是谁的妈？你是云兰溪的妈，云兰河的妈，是他云天祥的妈。你是我妈吗？你尽到过当妈的一点点责任没有？哎，哥，我知道你讨厌我，但是你怎么能这样跟妈妈说话呢？你这样会伤妈妈的心的。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啊？好大的一股茶味儿啊！啊，还真是。好了，云轩啊，我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委屈，当初打你是爸冲动了啊。这些天你该闹也闹够了，回家吧。这些天在外面瞎胡搞，搞出来的什么淘物网，家里会帮你打理的。我还纳闷儿，我说你们抽什么风呢？堂堂云氏集团董事长会亲自跑出来找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子情深呢，原来是为了我的淘物网啊！不是的，小轩，我们是真的想要接你回家。我要真跟你们回家了，那淘物网呢？当然是并入云氏集团了。这么大的项目，你一个人打理不明白。至于之后谁来负责，就由你和天祥凭能力竞争，这样对你也算是公平了。公平？云先生，你真是好大的脸呐！放肆！你个逆子，竟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的家教呢？我没有家，哪来的家教啊？淘物网是我一手创立起来的，你云总上下嘴皮一动就想抢走，还说让我和云天祥靠能力竞争，他配吗？你配吗？云轩，你别在这不识好歹，我们接你回家是给你机会。天祥处处比你优秀，你就是怕争不过他。我怕他？我会怕他一个佣人吗？云二小姐，你有空还是先去治治你的脑。他要真比我强，会守着偌大的云氏和旺达，还会被我的初创公司抢走客源吗？你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最近云氏的日子不太好过吧？哥哥，爸妈是真的为了你好，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大不了淘物网我不跟你争，让给你还不行吗？让给我？那我还得谢谢你了。我们都是一家人，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那本来就是我的。云天祥，你从我这里抢走了基诺亚和旺达，还要抢走淘物网，你不怕自己吃太多被撑死？哥哥，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云轩，你少在这信口开河了。旺达和基诺亚都是天祥一手策划推进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放屁！这两个项目一开始就是小轩哥提出来的，所有的宽带是他完成的，是他云天祥仗着自己副总的身份强行夺走的。麻烦你帮云轩说话之前，好歹先过过脑子吧。就他那副样子，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规格的项目？基诺亚可是有着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手机的智能操作系统，那是他能做成的。行了，秦婉，不必跟他们多费口舌。他们云家人就是眼瞎心盲，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你说什么？我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凡人庸人，高攀不起你们云家。
还请云先生和孟夫人高抬贵手，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好吗？我还想多活几年。逆子，你这个逆子，你是打定主意不回云家了是吗？还不明显吗？我之前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我跟云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小轩啊，算妈求你了，你就把心收一收，你回家来吧，好吗？在外面创立的什么公司，就交给你爸去打理，家里总不会少你一口吃的。你在外面赚再多的钱，也买不来亲情。我们是一家人呢。少我一口吃的？孟夫人，你知不知道我在云家这4年一口饱饭都没吃过？就连跟保姆和下人一起吃饭的资格都被你们剥夺了。小轩少爷，夫人和先生都出去了，你赶紧吃点东西吧，别怕，吃吧，吃吧。好好一个孩子，怎么就逼成这样？要不是你阿姨，我早就饿死了。这就是你所谓的亲情？你把我当做过家人吗？不是的，小轩不是这样的，妈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你的宝贝儿子云天祥跟你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行了，总之，这个云家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你们走吧。好，好，好！你这个逆子，别以为你骗了王总的投资，你就能成功了。什么购物网，在我云氏集团面前都不堪一击。看你能撑多久，总有你求饶的那一天。这些云家人真不是东西。轩哥，你没事吧？这次彻底跟云氏撕破脸皮了，他们恐怕会针对我们吧？他们不针对我们，我还怎么实施我的计划，将他们彻底击垮？这个逆子，他是翅膀硬了是不是？竟敢跟我作对！现在小轩不认我们了，这都是我这个当妈的错。妈，你别再伤心了。哥哥他现在只是有了一个逃物网，所以才这么强硬。要是他公司垮了，没钱了，哥哥自然就回来了。对，就是要打垮他！这个逆子竟敢当众跟我顶嘴，胆子实在是越来越大了。不给他点教训，他还以为自己出息了呢。小轩本来对我们已经怨念很深，这样做不就把他越推越远了吗？不然呢？就由着他用那些来要挟我们吗？我看他就是个贱骨头，真是不知好歹。蓝河，他是你弟弟，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天翔，你现在立刻着手，全力开发基诺亚。这个项目的体量绝不是一个淘物网能够比拟的，争取在1个星期后的发布会上重新拿到王总的投资。放心吧，爸，我一定办得漂漂亮亮的。爸，真的就不再考虑考虑吗？不必考虑，我心已决。等这个逆子失去了投资，没了钱，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忏悔。哇，小轩哥，这里真的属于我们了。嗨，瞧你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王总还真是大手笔，给了我们这么豪华的办公场地。那当然，他可是山城最大的投资人了。哎呀，毕竟他还要靠着我们赚钱呢，互利互惠罢了。对了，咱们都要准备准备了，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咱们和云氏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小轩，你安排就行，我们都听你的。好，辛苦你和秦婉，尽快把咱们爱疯手机系统搭建起来。哦，对了，这是我搭建的框架。有了基诺亚的基础，我想我们应该能够在1周之后的发布会之前赶出来。你快去发传单，尽快让所有人知道二维码支付的便捷性。哦，对了，顺便发布一些招聘信息，我们需要更多人手。好，我这就去。周勇、王田，物流板块就要辛苦你们2位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淘物网之后的订单量会出现指数性的增长，咱们物流的速度要快起来了。是，老板。云氏，上一世我失去的这一次，我要连本带利的讨回来，你们一个都逃不掉。废物，都是废物！这么多天了，我让你们把现成的功能集结在一起都完不成，我养你们还有什么用？滚，都给我滚！云少，
内置相机跟触控屏技术都太过创新，集成工作十分繁琐，之前都是由云轩的团队在负责，我们这才刚刚接手。我不管，我只要结果。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发布会之前必须给我完成。你难道要我拿这个半成品去参加发布会吗？啊！我告诉你，我云氏不养废物。要是你完不成，你趁早给我滚出云氏！一定能做好，一定能。我这就去催。你干什么？哦，有份文件需要云少签个字。云少正在气头上，别进去打扰他，给我吧。我们必须要有一个700万的前置摄像头，1200万的后置摄像头，才能基本上满足研发要求。攻克了，太好了！今天过后，我和云氏的恩怨也该有个了结了。我的好大哥，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啊！我说哪来的一股茶味儿？怎么，现在不装了？听说你们也在研发一款手机，叫什么？iPhone。你有意见啊？意见不敢当，我只是没想到你真的会带那种垃圾过来，自取其辱。你先别急，还不知道自取其辱的是谁。你可别忘了，基诺亚是我一手研发的，你那些鬼话骗骗云家那些蠢货也就够了，千万别把自己给骗了。是你的又怎么样？现在还不是在我的手里。今日之后，我一定会重新拿回王总的投资，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蹦跶！云轩，你在干什么？云轩，你在干什么？你干什么？他敢欺负我弟弟，我教训他怎么了？松手！你是不是眼瞎了？明明是云天香自己摔倒的。没事的，二姐，哥哥他也不是故意的。好了，算了，蓝河。不。我就是故意的。这是要啥？好有的找啊！云轩，你疯了！你们看清楚了吗？这才是我领的。你不是很喜欢装可怜吗？你放心，你之后真的会很可怜。小轩。你还有一次机会回到云家，否则别怪我不允父子情分。情分？你我之间哪来的情分？有本事你就来试试。天翔没事吧？行了，还不嫌丢人呢？回去换套衣服，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好，去吧。云轩，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亲手把你打回原形！哟，云轩小友，哈哈哈！王总可是山城最大的投资人呐，这次发布会就是他投资举办的。他怎么跟云轩这么熟悉啊？是啊，这个云轩究竟什么来头，能得到王总的青睐？他眼光可多，被他看中的人或者项目没有差的。王总您好，我是云氏集团的云天翔。你好，你好，走走走，我给你留了一个好位置，就在我旁边。走吧，天翔，一会儿就要上台了。等王总看到你的实力，一定会后悔的。
接下来，我将展示基诺亚区别于市面上所有其他手机的独特操控模式。它不仅是一个手机，同时它还是一个相机。它的摄像头拥有500万像素，它可以随时储存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绝不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它还是一个音乐播放器，一个电影院。最重要的是，基诺亚它采用最新的触控屏幕，并且它还支持指纹解锁。它会成为您生活中最有趣的玩伴，这就是基诺亚。云总，恭喜啊！天翔这次带来的基诺亚可真是对手机行业的一次巨大冲击，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这恐怕不是冲击这么简单了吧？内置相机、多点触控及各种功能于一身，这是彻彻底底的颠覆啊！我看这其中的利润足够云家再上一个台阶了。哈哈哈哈！过奖，这呀都是天翔这孩子自己鼓捣出来的，今后还需要大家的帮助，有钱大家一起赚嘛！哥哥，怎么样？我的基诺亚还不错吧？云天翔啊，云天翔，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你连抄都抄不明白啊！哥哥，你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明白？我会用事实告诉你，什么叫做智能手机。内置相机、触控屏幕，基欧亚确实做到了与市面上所有手机截然不同的技术突破，但仅仅是这些还谈不上智能。接下来，由奇迹时代开发完成的iPhone将为大家展示真正的智能手机。这就是 iPhone， 世界首款全面屏手机。这竟然是一部手机，没有按键，竟然没有按键，它就是未来。花里胡哨的，你这有500万像素摄像头吗 ？iPhone 的像素当然不止500万。iPhone 搭载的是700万前置摄像头和2颗1200万后置摄像头，它不仅仅可以帮你记录生活中的美好，更能承担更专业的拍摄需求。为了提升用户体验，区别于基诺亚通过触摸压力实现感应的电阻屏设计 ，iPhone 采用的是电容屏设计，利用人体电荷和屏幕电荷的相互作用，实现更快、更加灵敏的响应速度。高性能的处理器、内存以及储存空间，完全能够支持它运行各种应用程序和处理大量的数据。这才是真正的智能手机，它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便携的移动计算设备。没有物理按键，你怎么解锁？你有指纹解锁吗 ？iPhone 没有指纹解锁 ，iPhone 采用的是 Face ID 人脸解锁。好，太棒了！大姐，你去哪儿啊？干杯！你们是没看到刚才云家人的表情，比厕所还臭。还真是阴魂不散呢。云小姐，你怎么又来了？云轩，你什么态度啊？别以为赢了一次就能代表什么。小轩，你现在已经赢了，也该消气了，跟大姐回家好吧？云大小姐，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转变了对我的态度，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不可能跟你回云家，那个地方，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回去。小轩，走，这里不欢迎你们，赶紧走！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做生意不让人待啊？谁都能待，就你们云家人不行。当年云轩小哥把我儿子从酒店大火中救出来，他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你们欺负我的恩人，这里就是不欢迎你们。酒店大火？什么酒店大火？是城南那个酒店吗？走，你们听不懂人话还是什么的？快走！
哎，小轩哥，那不是你的玉佩吗？当年不是说丢在火场了，怎么会在他身上？你说什么？你说这玉佩是他的？被他带过了，脏，不要了。云轩，你说清楚，这玉佩怎么可能是你的？这明明是天翔的。天翔，就那个只会哭穷的废物。我说你们云家人还真是喜欢抢东西啊！这块玉佩是我当年送给小轩哥的，他从小就戴着，什么时候成他云天翔的了？怎么可能？你也不看看这玉佩的材质，是我当年从地摊上10几块钱买的便宜货。你们堂堂云家大少爷会戴这种东西？那当年那场大火，当年你们是不是在火场里面救了2个女孩？这又怎么样？哦，我想起来了，原来我和小轩哥救的那2个女孩就是你们。早知道就不救你们，让你们被火包围，这样小轩哥还能少受些苦。老板，今天是我们庆功的日子，不想被扫兴。我这就赶他们走，走，别在这里碍眼，快走！等一下，云轩，你说清楚。来，别被不相干的人扰了兴致。来，干杯！爸，这次的事只是个意外，下一次……意外？出了这么大的事，你给我说意外？艾风的各项功能完全碾压了基诺亚，靠着几个人的团队就打败了整个云氏。你说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废物？你跟孩子吼什么呀？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行吗？好好说，我怎么跟他好好说？我这么相信他，把整个项目交给他来打理，他倒好，让我在全山城面前出了这么大一个洋相。基诺亚今后要怎么跟艾风竞争？喂，董事长，不好了，陈凯卷走了集团大部分现金，逃跑了。你说什么？去找啊，去找！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那个董事长，还有一件事儿，我们今天接到重度用户反馈，说基诺亚的系统崩溃了。那就去修啊！难道这些事儿你都搞不定吗？可是基诺亚的系统之前都是一个名叫云轩的员工带团队搭建的，他前段时间已经被您开除了，现在集团没有能修这个系统的人了。什么？恐怕基诺亚的口碑会急转直下，有可能出现巨大的资金圈口。现在刚刚出了陈凯的事情，集团经不起冲击了。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孽障！天翔，你还记得这枚玉佩吗？你告诉二姐，这个玉佩你是从哪儿来的？怎么了，二姐？这玉佩是当年我从欧洲旅游时带回来的。我已经找人鉴定过了，这就是最普通的地摊货，它只值10几块钱。二姐，你就别开玩笑了。你为什么要骗我？当年把我和大姐从火灾里救出来的根本不是你，你为什么要骗我？还有这些年我跟蓝河丢的所有衣服，是不是都是你偷的？爸妈，你们还不明白吗？他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儿子。还有什么好说的？你这个逆子！畜生！畜生啊！这10几年，我们云家竟然养了你这头白眼狼！你把我们害得好惨！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蓝河，你干什么？你要杀了天象吧？我是要杀了他！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救命恩人，百般纵容。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的救命恩人是被我欺负了多年的小轩，是我的亲弟弟啊！什么？兰溪，这是真的吗？当年把你们从火灾里救出来的是小轩？是？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说，你到底隐瞒了我们多少事儿？可笑，实在是太可笑了！我们就为了这一个满嘴谎话的畜生，亲手逼走了我们的家人。是啊，我是畜生，那你们又好到哪去？
你们对云轩做那些事儿，是我逼你们的吗？啊，是你们自己一个个的眼瞎，逼走了自己的亲儿子亲弟弟。是啊，是我逼走他的，我打他骂他不让他吃饭，我才是罪人，我才是那个罪人。好好的一个家，怎么会变成这样？妈，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让他过去好不好？他不会回来了，我还是你们唯一的儿子，这件事就让他过去吧，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吗？好吗？滚！你给我滚！来人！把这个畜生给我赶出云家！云家给他的一切都让他吐出来！爸，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你唯一的儿子！云正说，云正说。什么破商场，连蚂蚁扫码支付都不行。现在出门谁还带现金？就是，还不如回去网购，淘物网可比这便宜多了。全完了。董事长，您没事吧？我们已经派人去和云轩交涉了，希望他出手解决这个系统漏洞问题。但已经1个月过去了，他始终没有答应见面。云轩，明天我的儿子云氏还有救，还有救啊！云轩，我知道以前是我做的不对，这次你愿意拉我入伙，我非常的感谢。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也是带着诚意来的，我手上的资金十分的可观，你要是愿意保我，我愿意把这些钱分你5成。那些钱是你从云氏偷来的吧？你不也恨云氏吗？这次我带出来的资金足以拖垮他们，我看这次他们死定了，这不正如了你的意吗？就算有那些钱，他们也补不上基诺亚的缺口。是，我知道，云轩老弟你本事大，我这也算是锦上添花嘛。云氏的钱我不要，嫌脏；你的钱我更不要，嫌臭。云轩，你什么意思？想见死不救？我实话告诉你，别以为你现在混得风生水起，我一样可以让你付出代价。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送去警局。是。云轩，你他妈玩阴的，你不得好死！ 1个月了，他每天都来，谁也赶不走，说非要见你。见我？好呀，我给他个机会。